大家好，我是大伟。50岁往上走的人极容易出现脑供不足。脑供不足是什么？说白了就是你红色的水往上走，这个水压不够了，上去供给不了它足够的能量。哪里需要能量啊？我们的指挥中心大脑。这个地方能量一不足了以后，慢慢的人就会变得怎么样？反应第一个变慢，第二个有的人就会感觉自己的记忆能力时好时坏。出了门以后就会想，家里的电关没关？水关没关，气关没关？有的朋友讲话讲一半突然卡壳了，不知道说什么东西带没带，一下子总是忘记，这都是脑供不足的现象。而且时间长了以后还会发现整个人每天浑浑噩噩的，没有精神不够清醒。如果你没有足够的重视，久而久之人就会变得糊涂。那么今天我会分享你一个解决之道，这个方法来自于道家，叫做拿五经。这个拿五经非常的厉害，是我师傅分享给我的，他每天都做。他今年92岁整个人他的精神状态非常的好，讲话是一点不含糊，思维逻辑非常的清晰，而且这个记性还特别的棒。我把这个拿五经分享给大家，大家每天只要做上5分钟，你坚持去做上1个月的时间，你会发现自己的改变。那么这个拿五经怎么去做呢？我们一定要先把视频收藏下来，因为里面的内容和细节非常的多，你不收藏，下次你找不到了，就很容易忘记。好了，话也不多说，直接把这个方法分享给大家，有用的打上有用2个字。我们现在来讲内容。首先我们做动作之前需要准备一把5尺檀木梳，这把梳子是专门针对我们头部的结构所设计，用它来梳头不仅会更贴合我们头部不伤头皮，同时呢它的这个齿头大家可以看一下，非常的大，非常的圆润，能够更好的深入到经络当中，打开经络。那么我将用这把梳子来给大家去演示。首先第一步叫做开天门，天门推开一抹红，做完以后你都会感觉眼睛变轻松。怎么去做？我们先把我们的这个眉心到我们的发际线为一个线你看往上去推，眉心到发际线慢慢的推。这个梳子推起来和我们手指推起来，你知道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手指推起来以后因为手指上面有指纹推起来以后慢慢的它会对你的头皮造成伤害。那么梳子呢，它很光滑，推起来的时候不仅它的渗透力会大于手指，同时呢你在推的时候是很明显的能感觉到你的皮肤下方有一颗一颗的小米粒，手指是感觉不出来的。这些小米粒你在推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人感觉疼很多人感觉哎呦呦为什么？因为这些都是堵着的点。我们一般从侧面看一下，30下30下做完了以后叫天门推开一抹红。这一抹红是什么？大家看一下，这一抹红就是一条线，你要把门缝给打开，把门缝打开以后你才能把这个门打开这一条线不用担心2分钟左右自然就没有了。有的朋友说，老师我跟着你做完我没有这条线，为什么？因为你自己往上走的这个红色的水不足，它就没有或者颜色很淡。我们去推开这个门，怎么去推？用它这个齿头，你看侧着往两边这么去刮，左右去刮，刮上多少下？一般来说我们各推一个30下推的时候很多朋友会感觉疼哎呀感觉这个地方重没有关系，太正常了，太正常了。你平常感觉压力大的，平常感觉思绪重的焦虑的，一刮风一下雨，然后这个地方半边都会哎呦呦的，你就这么推吧，跟着我推吧，把它推开。推开了以后你再睁开眼睛，你感受一下轻不轻松是不是感觉这天门一打开，哎呀从这里开始就轻松，眼睛轻松。为什么？因为它把这个能量送上来了。这是拿五经的第一步叫开天门。开天门开完以后，然后我们要去走第2步是什么？你看从我们的发际线这里一个点推到我们后边的大椎。大椎这个点很重要，在道家的9把火当中它属于第7把火。为什么大椎重要？我拿这个小人给大家说，大家就明白了。你看我们把这个大椎你看想象成什么呢？这个人你别想象成一个人，你想成一个路口，你看横着的一条线，竖着的一条线，这是什么？这是马路。那么当它堵车了以后，最容易堵的点在哪里？交汇的点就是大椎。大椎这个地方只要一不通，左右通不通？不通了。上下通不通？不通了。所以呢我们现在要去把这个大椎的点打通，打通这个大椎，从我们的前面往后面梳，把这个大椎给打通，低下头往后去梳就是打开了你后面的阳气之海你看头一低
往后这么一梳，梳到最后啊，就是我们的大椎。你看这个位置就是大椎，你就这么刮啊，往后去刮，多少下？30下、50下都可以。很多朋友在这个过程当中啊，都能感觉到这个地方啊是一层一层的，都感觉有一些小米粒啊、小疙瘩啊在里面啊，一做起来非常的疼。为什么疼啊？你这不通啊，时间久了就不通，一不通就怎么样啊？不通了不就是疼吗？是不是？所以我们就这样去推，30下、50下，你把它推开了以后，大椎只要一通，你会发现做完以后，很多朋友脸上都发热，水上来了，红色的水上来了，由内而外的发热，眼睛亮了，这才是到第2步啊，2条筋，然后剩下的就是我们两侧3、4，你看从我们的耳朵这里往外侧这么刮，轻轻的刮啊，就轻轻的刮。从侧面这么刮过来，这条线连带着脖子，为什么要带着脖子？我衣服解开你就明白。你看我这么头一歪，看到没有？这里有一条筋，看到没有？这条筋有很多人是紧的，你自己用手去拨一拨就能感觉到酸。我们这里这样去刮，慢慢的刮，啊，把这个地方刮开。有的朋友说要不要抹一些油啊？我说你不用抹油，这个梳子很光滑，咱们自己做的时候，它这个不会伤害我们的皮肤，就这么去做。啊，一边做个15下、20下就行，就这么刮，每天就这么刮，刮着刮着，哎呀，就是感觉不一样啊。左边刮完刮右边，因为咱们这个视频啊是边做边讲的，啊是教大家方法的，所以我们做的时候脖子是往一侧歪，别直着头这么刮，脖子这么歪。比如我刮我的右侧，我脖子就歪在左侧这么刮，啊，教的是方法，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拿这个梳子，你看。梳子你别小看它，它就是什么呢？你把方法掌握了啊，用对了，你会发现啊，很简单。有的人他天天梳头，就这么梳个10分钟，都不如你来这1、2分钟来的有用。好，这就是4下了。你看，第1步、第2步，左右2步，4步了。还有一条筋藏在哪里？在我们的下颚啊，这个地方。你们把手放在这儿，头抬起来，舌头往上一顶，顶住你的上颚，这么一顶上去以后。你会发现这里跳出来一根筋，这个地方很重要啊，我们就这样刮啊，男士注意，这是喉结，别碰到它啊，别碰到它，就刮这么一小段距离啊，这么一小段，侧面看一下，就这么去刮，轻轻的刮，多少下？30下左右啊，30下左右啊，这么去刮，把它刮开，越刮很多人感觉越疼，为什么？这个地方不通啊，刮开了以后，你会发现。有的朋友嘴巴里面会分泌出一些这个口水，这个叫做什么？琼浆玉液。我们讲叫生津，人不能没有津，津如果不足，它怎么样？能量运送就会受阻啊，你的这个水谷精微就会受阻。同时，你的津如果不足，人就会干，眼睛火苗大，脸上干都会干。所以这个地方做完以后出了口水，把它吞下去，这个就是生津。好了。其实拿5经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你看我们的天经是对于哪里啊？这个开天门对的是我们的眼睛，然后呢，我们这条线对的是哪里？这条线对的是我们的阳气，我们叫做通百会啊，对的是我们的阳气之海。那么左右2条呢，其实对的是哪里？对的是我们的脖子以及我们的耳朵，在下面这一条对的是我们的舌头，这就叫拿5经。如果说你感觉你自己的鼻子把它漏掉了怎么办？用这个大头点住鼻翼2侧，这么转啊，左边去转上一个5下10下，右边转上一个5下10下，然后你的下边鼻孔下方各转5到10下，就这么转，把它打开。这么一打开，你的5官也照顾到了，5经也通了。把它打开以后整个人就不一样。这个方法就分享给大家，大家把它收藏下来。我这个教的都是实打实的干货，好不好？大家跟着我做一遍，心里面都有答案。咱们每个老百姓心里面都有杆秤，好不好？你拿到结果以后你就知道。一定要记得给咱们的视频点一个赞，把这个视频分享给更多的人，无形之中你就做了一件善事，同时有用的把它转发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我是大伟，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大家关注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厉害的动作叫做运膏肓。咱们知道现在很多的人后背僵硬，
包括我们的这个整个肩颈啊，也有很大的问题，也有很多的中老年人啊出现啊脑供血不足。其实这些问题啊，都有一个非常适合的动作，就是今天准备分享给大家的运膏肓。那么膏肓啊，肯定很多人啊都非常熟悉，因为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词叫做病入膏肓，对吧？可想而知，这个位置啊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个动作啊，其实是围绕着我们的膏肓这个点啊一系列展开的。它是可以活动到我们整个后背，包括啊运化到我们的一个脊柱，让我们的整个肩胛骨啊、肩颈啊，包括我们的气血啊往上去输送啊，提高我们啊脑供血的一个供血量。所以呢，这个动作我个人认为是一个居家养生首选的动作。好了，咱们话也不多说，直接把这个动作啊分享给大家，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视频啊收藏下来，以免以后找不到了。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那么这个动作啊也非常的简单，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我们用双手手背这个位置啊，去顶住我们的腋下啊，我们顶住，就这样，把这个姿势完成。然后呢，去转动我们的肩膀啊，来回的转动，上下转动。你会发现啊，就是我们手背点的这个地方啊，它里面就是我们的腋下会特别的酸，有些朋友还会发现啊，特别的酸胀刺疼，这个都是正常的啊。我们先把这个点啊给它揉开啊，揉开了以后啊，它能很好的把我们的整个背部打开，这样的话呢，才能把我们的膏肓啊给它运好。好，我们就这样去做啊。一般来说啊，去做上一个30下到40下左右啊，就能让我们的整个背部啊打开。好，做完30下到40下以后，我们要开始运了。怎么运呢？姿势依然不变，然后看耸肩，把我们的肩啊往前绕，回挺胸啊，来1，看2、3啊，大家注意看我的动作啊，你看，耸肩往前，再往后啊，看，耸肩往前，再往后啊，就这样去绕啊，我们配合呼吸，往前吐气，往后挺胸吸气，往前吐气，往后挺胸吸气啊，正面。非常的轻松啊，这个动作做起来非常的舒服啊。我们把这个呼吸啊配合着动作啊一起去做，你做完以后啊，你会发现这个头上啊、后背上面就会出汗啊。这个汗啊，其实出来和我们普通出汗不一样，很多人出的它是一种细汗，很粘稠，其实就是把我们身体当中一些不好的东西啊给它排出来了。而且这个动作做完以后，你去活动一下整个后背，包括我们的肩颈，你会发现啊特别的轻松。所以这个运膏肓这个动作啊，是我们长寿动作当中的一个首选动作，也是日常居家养生锻炼当中一个非常适合、很具有性价比的一个动作。大家每天啊把这个动作啊去绕上一个30下到50下为一组，一天可以做2到3组就可以了。好了，今天这个动作啊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现在颈椎不好的人群啊非常的多，那么咱们颈椎不好的人啊，最常出现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脖子啊非常的僵硬，里面呢出现一种非常难受的感觉，就是你感觉这个头啊。低着头也不舒服，仰着头也不舒服，总感觉这个头啊在各种位置上面都非常难受啊。或者呢，咱们这个脖子啊就是很僵硬啊，比如说一个姿势啊稍微保持久一点了啊，立马感觉这个整个头脑啊都变得不清醒了。这个时候啊就一定要注意了。大伟教大家一个方法呢，这个方法非常的好，可以在短时间之内快速的解决啊咱们颈椎上面的一些疲劳，让我们的肌肉啊变得更加的放松，让我们的头脑啊脑供血啊变得更加的足啊，变得更加清醒。看一下这个方法怎么去做啊。首先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咱们脖子上面啊中间啊有一个点，就是在我们这个脖子中间一个点啊，中点。我们找到这个点以后啊，记住这个点，我们大约啊从我们的督脉啊去往下去拨啊，去拨一个10下啊，到这个中点啊，1、2、3、4、5、6啊，拨完10下到中点以后怎么做呢？从中点往外平移，你去往外摸，哎，一摸有手下划2根筋，大约的点啊就在这儿，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摸到这2根筋以后啊，一定要在手下感觉有滑动，我们把手啊点进去，
点到这2根筋里面以后啊，注意看啊，我们这个头呢就要画一个十字啊，你看一横一竖啊，然后再来一横一竖，我们正反画，你看一横一竖啊，再反过来一横一竖。在划的时候呢，我们手指一定要持续性的按压在我们这2个点上面啊，按住啊，一横一竖，再来一横一竖，再来一横一竖。我们画一个5到10个这个十字。画完以后呢，你去活动一下颈椎，你会发现脖子顿时之间就非常舒服了，而且整个血液都感觉能往我们的大脑上面去走啊，大脑一下子非常清醒啊，这个感觉是非常神奇和奇妙的。你就跟着我去做。大约就2分钟的时间，立马这个颈椎感觉好了一大半啊，甚至就这个颈椎上面不好的这种感觉就完全消失了。好，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大家把这个视频呢分享给你身边颈椎不好的朋友和家人啊，大家关注我的视频，点赞、评论、加关注啊，我是大伟，谢谢大家。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讲一块肌肉，叫做胸锁乳突肌。这块肌肉位于我们的脖子处，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啊。当我们的头往一侧旋转的时候，这个肌肉会主动跳出来啊。那么这块肌肉呢，就是胸锁乳突肌，它很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们很多人现在人就是看手机或者低头或者伏案会非常的多，导致呢咱们的这个脖子就往前面去牵引，就慢慢的变成这样的一种形状。那这个时候呢，咱们的胸锁乳突肌它是处于一个非常紧张的状态。它的紧张会诱发哪些症状呢？首先第一个，它会引起咱们的这个椎动脉，椎动脉就是从我们的椎间管里面穿出来的一个动脉，然后呢，它这个椎动脉呢就会受到一些挤压，挤压之后呢，因为椎动脉是直接给我们的小脑供血的，就会造成了头晕容易不平衡。然后第二个呢，这块肌肉如果紧张的话，它会引起了我们这个左右转头不利因为它的功能之一，你看就是转头，我一转头，它就跳出来了。同时，如果这块肌肉过于紧张，它会对于咱们这个中间的这个甲状腺也会有一些影响，所以这块肌肉是非常重要。两侧的血管以及我们的甲状腺都是我们人体当中非常没有办法比拟的功能。如果这块肌肉没有伺候好，对吧？落枕都是小问题，更多的是给你带来很多生活上面的一些困扰。那我们怎么去解决这块肌肉的僵硬呢？其实非常的简单。首先，我们把脖子歪在一边，然后呢，我们把这个手去抓住，去捏住这块筋捏住这块筋。大家看歪在一边，然后我们把这个筋给捏住，捏住了以后，你看它现在就在我的手下，我只要来回的去左右上下前后的去拨动它，那么就可以给这块肌肉进行了一定的松懈。我们甚至可以上下的去给它去撸它然后也可以左右的进行拨弹，都可以很好的刺激到咱们这块肌肉。这块肌肉的放松方法呢是很少有人知道的大家都知道脖子不好去按肩颈各方面的，其实这块肌肉也很重要。你给它松了以后，脖子自然而然就好了。而且同时告诉大家一个小技巧，如果说你哪天睡觉落枕了脖子转动不了很疼，对吧？你就可以把这两侧的这个胸锁乳突肌给它松掉你可以就这样捏住左右移动给它松掉，你这个脖子一会儿就能转起来了。当然可能恢复不了就是说完全状态，但是会比你之前状态要好非常的多。一般做完以后第2天它就完全好了那么咱们这个怎么做多少下呢？就是说我们捏住了以后左右各做大概30下到50下，就给它来回这样动就可以了，给它拨动头不用动，手动就行了但是同时注意你不要抓太深，抓太深下面就是我们的气管我一抓深，你看我的声音就变了。所以说我们只要把头歪一边露出来以后，给它一拉，头一回来就抓到这块肌肉了，来回的抖一抖，动一动就好了。好了，做完这边以后，还有一个重要的位置要做重要位置就是在我们的耳后这个地方，你看有一个骨头，这个叫乳突。乳突这边呢，咱们要看大拇指要推上去一个尖尖的骨头顺着这个波纹给它去推，你看去推，慢慢的推一下这个呢是我们胸锁乳突肌的一个指点所以说我们在推的时候一般做50下可以给它推了以后进行一个按揉都可以。那一般这边和这边做完了以后，你整个脖子就会非常的轻松，而且同时如果说你的这个脖子往前引的话呢，做完以后
这个整体气质各方面都会变得非常的好。好了，今天呢就是说咱们胸锁乳肌的一个方法。如果你有头晕，或者说你感觉啊这个脖子啊肩颈非常不舒服，那么把这个方法给收藏啊，然后呢日常多做一做，会对你的身体带来很好的帮助。我是戴维，希望今天讲的内容能给大家带来帮助。大家关注我的视频，我的视频里面有很多内容可以帮助到你。那么点赞、评论、关注。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套非常好的头顶养生操。那么这套操呢，非常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们去做啊，它可以有效的帮助我们改善，比方说啊脑供血不足啊，咱们这个头顶啊头皮怕冷啊，头皮呢有一种紧箍感啊，卡在咱们的头顶，或者说呢咱们的眼睛啊不够明亮啊，有老花眼啊，这个脖子不太好。都适合做，所以这套操啊，它可以说是适应人群非常广，而且操作极其简单啊，每天做一做啊，对于身体的健康提升啊，效果非常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方法怎么去做。那么首先呢，大家跟我把手势摆好啊，咱们这个小拇指啊，两个小拇指啊对着咱们的印堂穴啊，然后呢，这个其他的手指呢就自然贴在咱们的一个这个头顶处啊。我们把手这样贴好，贴好了以后呢，注意是往我们的斜上方推啊，往我们的斜上方推。为什么要这么讲究呢？一会儿大家就知道了。推的时候注意啊，注意看我这个大拇指啊，我在推的时候，这个大拇指啊是要一个往后绕的过程，也就是说，我一边推一边在旋转啊，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为什么一定要注意这个发力的方式和方法呢？因为这个方法真的很重要，你做得好了以后，到位了以后，它才能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那么大家再看一下啊，我手啊推的时候，注意看我的大拇指啊，大拇指要往后。为什么要往后呢？因为往后的时候，它可以去触碰到我们的风池穴以及风府穴啊。所以你看，注意看我的大拇指啊，往后碰到咱们的风池穴、风府穴以后，这个时候呢，你就是一个定式啊，这咱们手啊就定住了。你看我一边做啊，这个前面啊，你看大拇指往后，手是张开的。你看我这个手臂。看到没有？如果你看你这样做啊，你这样做的话，那就不一样了，对吧？你看我这个手臂是这样动的，如果你是手臂打开的这样去做啊，正好做完了以后，注意看啊，注意看，我们手形成一个这样的姿势，形成这样的姿势以后怎么做啊？我的手指要去捏啊，往中间去捏啊，有没有看过那个九阴白骨爪啊？捏啊，所以你看啊。做好以后啊，大拇指定位到咱们大约在风池穴啊、风府穴这个周围啊，因为每个人这个手指的这个长度不一样啊，所以说定位到周围，然后我们手指开始往下用力去捏啊，捏住松，好，那么一下就做完了啊。再演示一遍，听起来很复杂，其实你学会了以后啊，就真的是非常简单啊。你看。往后手打开啊，注意看我这个大拇指定位好了以后啊，捏好，我背对大家做一下啊，背对大家做一下。好，那么大家看啊，手往后啊，然后定位住以后，大拇指，你看我大拇指的位置，你看行进的位置啊，定位好，捏啊，你看捏好，再来2，好3，好4，好。我们再正过来给大家做一下啊，看你看我这个手臂是不是打开的啊？你要如果做完以后手臂就是这样子，这个手臂轨迹啊是这个手肘是往前就不对了啊，手肘一定要去打开啊。2啊，对，你看3啊4，好，我们跟着我做呢，其实我们也没做多少下，但是做完以后啊，你会发现你的整个头皮啊、头顶啊都会非常的轻松，包括眼睛啊都会有明亮的效果。那么这个方法，我建议大家每天啊去做一个10下到20下啊，可以早晚都做，每天都可以做，不用做时间很长，就这么10下到20下，只要你做的每一下都到位，就能够达到非常好的咱们这个养生的一个效果啊。那么今天的视频啊就到这里了，我是大伟啊，感谢大家的观看。如果大家没有关注的，点一下关注啊，每天大伟呢都会分享一个有价值的养生小视频啊，大家点赞、评论、关注，谢谢大家。